Hello，大家好，我係莎莎。5月因為太忙，一路都冇時間拍片，多謝大家嘅耐心等候。上次嘅懶人美甲如何選裏面咧提過，我試咗20幾款唔同嘅甲貼啦，覺得好用嘅已經介紹過俾大家啦。而今次呢個番外篇咧，主要就想講下嗰啲冇被選中嘅細路嘅，因為我自己睇 YouTube 其實都最中意睇人分享去避雷噶嘛。離身一點先，就係今日介紹嘅每一款甲貼咧，我都分開咗至少2次去試唔同嘅款式，希望可以排除一啲特殊情況啊，或者某一款甲貼佢自己個別嘅單獨問題嘅。另外為咗配合主題啦，今日嘅分享都會重點放喺缺點嘅部分，希望大家聽完之後會多一個客觀意見去揀選甲貼啦。如果大家睇完覺得都 OK 可接受嘅話咧，其實都不妨親身一試嘅，因為你自己真實去試嗰個感受會更加啱你多啲咯。如果睇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記住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仲有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去支持我哋拍更加多嘅分享片嘅。好，事不宜遲，我哋就入正題啦。之前嘅比拼篇裏面咧，不停咁重申住2個詞語，一個就係要自然啦，另一個就係要貼服。雖然話係懶人美甲啦，但係你都會想以假亂真，唔會人哋一眼就望得出你係黐上去嗰種老式嘅甲貼咁樣好醜樣噶嘛。所以咧，第一個我唔中意嘅原因咧，就係貼咗上去嘅感覺唔自然啦。其中嘅代表咧就係呢一個 Gelato Factory 韓國牌子嘅甲片。佢本身嗰個甲片同埋佢用嗰個果凍膠咧都係比較厚身少少嘅，所以貼咗上去咧個感覺就會唔係咁自然啦，都幾明顯俾人睇得出係貼上去嘅假指甲。另外因為佢個果凍膠太厚咧，所以令到個甲片同埋本甲嗰個距離都有少少大，引致到佢嗰個勾頭髮嘅問題都會更加嚴重嘅。所以我用咗一排之後咧，都覺得呢個甲片都真係麻麻地。另外我用過一啲其他鋪頭仔賣嘅不知名牌子嘅一啲甲片咧，其實都有類似情況，不過嗰陣時就冇諗住分享，所以冇特登拍低留底啦。如果大家係想揀選甲片嘅話咧，都可以特別留意翻呢一點。我個人就覺得咧，揀翻一啲自然啲啊、透薄啲嘅出嚟，個感覺就會更加好啦。講完唔自然咧，下一個問題就係唔貼服啦。呢度主要2大原因嘅。第一種咧就係佢哋嘅包裝袋咧唔係一個密封設計，因為甲油膜其實係一種佢長期同空氣接觸之後咧會慢慢變得乾硬嘅產品嚟嘅。一旦佢變得好乾硬之後咧就用唔到噶啦，因為你冇辦法將佢可以彎曲咁樣貼服喺你嘅指甲上面。如果輕微嘅話咧就會好似我呢度咁起少少嘅皺褶啦。如果太嚴重嘅話咧就直情係貼唔上去你嘅指甲，咁就根本用唔到啦。其中咧問題相對冇咁嚴重咧，就係眼前呢個 Dashing Diva 嘅 Gloss 同埋呢一啲配有閃鑽嘅 Big Stone 系列。我用過幾次咧，其實我覺得整體都 OK 嘅，係稍微食指啊或者拇指呢啲係我今日就用 Dashing Diva 啦。呢一啲弧度比較大嘅位咧，你就會見側邊呢度會起少少嘅皺褶。但係如果本身嗰個指甲弧度冇我咁大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試一試嘅。因為 Dashing Diva 我覺得佢整體嗰個光澤感做得幾好，即係可能唔上風塵都 keep 到5日至7日左右啦。所以如果我遇到中意嘅款式咧，其實我都會再回購嘅。不過好傷心就係上個禮拜得知咧，香港 Dashing Diva 嘅官網咧就話做到6月中就會結業啦。如果大家覺得有啲中意嘅款咧，不妨買多少少，提早入手去儲定囤貨啦。如果唔係咧，之後就可能要揾代購噶啦。至於另外有2個咧就唔喺我回購 list 上面嘅，就包括有呢個韓國牌子嘅 Gelato Factory 嘅貼紙啦，同埋澳洲代表嘅 Bloop。呢2個因為我試完咧冇 keep 到個包裝啊，咁大家可以參考翻呢度網上我揾到嘅圖啦，同埋我當初試上手嘅嗰個上手圖嘅。呢2款同樣地啦，佢嗰個包裝袋咧都係冇密封包裝。因為由佢出廠啊到佢喺店面零售，再去到你手上咧，其實你都唔知佢擺咗幾耐噶嘛。所以呢2款到我手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硬到我差啲貼唔到水咁滯。就算我試過加熱啦，或者加少少甲油膠去想令佢黐得實啲咧，都唔得嘅。我諗我黐咗可能1-2個鐘啦，佢就真係已經開始翹邊同埋甩。所以呢2個牌子我就唔會再回購啦。接住落嚟想講呢幾款咧，佢都係有一個口硬問題嘅，但係佢就唔係因為個包裝，而係佢本身嗰個甲貼出到嚟咧已經係比較唔夠柔軟啦，所以引致到佢貼上手，如同頭先講啦，即係弧度比較大嘅地方咧，嗰個皺褶嘅情況就會特別嚴重。所以咧呢一紮都唔係我嘅回購之列嘅。第一款咧就係呢一個香港嘅牌子叫 Little Surprise， 佢係一個本土設計師自己創立嘅品牌啦。所以佢嗰啲款式咧其實好得意好靚嘅，比較stylish 啊，唔係普遍見啲花啊好少女嗰啲款式。不過就係佢貼上手嗰個皺褶問題都幾嚴重咯，所以我用完呢幾款之後咧，可能都未必會再買啦。隔離呢個就係淘寶嘅叫花里草
間嘅鋪頭，咁佢入邊咧有好幾款唔同嘅甲貼嘅。我今日呢一度想講咧，主要係呢個仿鑽型啦，即係好似我上次介紹嗰個花紙女神飯咁咧，佢上面會有一啲凸起扮係鑽石嘅 details 嘅。咁但係佢同埋隔離呢一度買嘅一啲貼紙啊，同埋呢個我喺 Daiso 12蚊店買嘅呢啲貼紙都一樣咯，都係貼咗上手之後咧，弧度比較大嘅地方嗰啲皺褶位會好明顯，同埋可能用2-3日到啦，佢就會開始翹邊同埋甩嘅啦。咁所以呢一啲全部都係我用完唔會再回購嘅鋪頭咯。接落嚟要講呢兩款咧，我會用又愛又恨嚟形容嘅。一般嘅甲油膜咧係標榜用指甲油壓製而成啦，而呢兩款包括呢個恩彩嘅滋養型啦，同埋呢個花莉草間嘅滋養型咧，佢哋就係用呢個甲油膠去整嘅。咁所以佢既有呢個甲油膜嗰種貼服度啦，同時咧佢亦都會好似凝膠貼或者 soft gel 咁樣咧，有一個好高嘅光澤度嘅。用起上嚟咧，的確係好似一個好完美嘅混合體咁樣。但係呢個夢想咧，一入到冬天咧就會幻滅㗎啦，因為佢哋呢款 product 咧對於呢個溫度嘅變化係超級敏感嘅。佢只要氣溫一低到10零度度咧，佢會即刻變硬得好犀利，幾乎係完全唔能夠彎曲嘅程度。比起頭先提嗰啲貼紙咧，更加嚴重嘅。如果你嘗試夾硬去貼上去咧，佢甚至會裂開成塊。大家可以參考下呢幅圖咧，就係我上年聖誕節貼嘅嗰個聖誕款啦，簡直係慘不忍睹嘅情況。不過咧，佢有一點同嗰種乾硬唔同咧，就係如果佢單純係因為天氣變化而變硬，你係可以嘗試加熱，然之後再及時上封層去封實佢，的確可以補救到嘅。大家可以望望呢兩款就係用一個加熱板去抗熱佢啦，同埋貼上就即刻加封層。不過咧，始終佢都唔可以完全回復到當初最完美嗰個狀態啦。左右兩邊咧都係會有少少嘅皺摺嘅。同埋一開頭我買呢兩款最主要係睇中咗佢就係唔使上封層都有個光澤到呢一點啊嘛。咁所以嗰個補救方法就有少少我覺得雞肋嘅感覺啦。所以除非我買完之後咧係可以確保自己喺夏天裡面即刻幾個月內用晒，咁我先至會再買咯。如果唔係，其實我都唔會再回購呢一個款式㗎啦。另外順帶一提咧，就係佢呢兩款嗰個香水味咧係相比其他甲油膜特別嚴重嘅。咁所以如果本身自己對香味敏感嘅朋友咧，就慎重考慮啦。網上購物咧，大家都難免遇到呢個色差嘅問題㗎啦。咁因為燈光啊或者唔同嘅人手機顯示都會有少少嘅影響嘅。但係我會覺得如果個差異真係去到太大，連個色通都唔同，甚或至你覺得基本都唔係同一個款式嘅感覺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大嘅問題咯。以下講呢兩間鋪頭咧，我就覺得佢哋嗰個介紹圖片咧係用實物嚟影嘅，但係就可能一啲調色啊等等嘅原因咧，引致到佢嗰個色差係比較嚴重。呢一間咧就係都係淘寶嘅鋪頭啦，叫做卡密歐 Red Cameo， 同埋呢個係花莉草間嘅，佢會有一個基礎型啦，同埋呢個速乾型。我覺得呢幾間咧，佢嗰個普遍貼服度係做得唔差嘅，尤其係呢個花莉草間嘅速乾型咧，佢嗰個透薄程度咧，幾乎同我最中意嘅榛子本鋪係差唔多㗎啦。而佢嘅基礎型嗰個款式仲好多選擇添啦。不過咧，佢嗰個圍膠嘅問題都幾嚴重嘅，即係搣咗之後咧，其實我每次都要再用卸甲水去抹一抹啲指甲，如果唔係就會黐粒粒㗎啦。咁但係講翻最大問題嘅色差咧，就係大家可以睇睇最左邊就會係佢嗰個產品嗰個介紹圖片啦，中間咧就係我睇佢哋嗰個直播間嗰個截圖啦，同埋右邊呢度咧係花莉草間我嗰個上手圖，同埋呢個係卡密歐佢嗰個實物相比，我覺得3個階段嗰個色差咧都比較大嘅，同埋有少部分我買翻嚟咧，甚至有啲中伏嘅感覺嘅。不過平心而論咧，呢兩間鋪頭嗰個價錢咧就唔算好貴，佢哋嘅做工其實都唔差嘅，都幾貼服嘅。所以如果我見到真係有好中意嘅設計咧，我都會嘗試再挑戰下嘅。咁一口氣咧，終於都講完晒我目前試過嘅咁多款懶人甲貼啦，希望對大家都有一啲參考嘅價值，去揀選真係適合你自己嘅懶人美甲。之後咧，我仲會試一啲其他唔同嘅牌子同大家分享嘅，例如我最近都試緊好幾個唔同牌子嘅凝膠貼啦，咁希望之後可以出一個凝膠系列俾大家參考下。咁不過暫時嚟講咧，懶人美甲咧就要先暫告一段落啦。後續如果大家有其他同美甲相關嘅一啲主題啦，或者想我探討下唔同嘅品牌啊或者產品，甚或至係其他美甲以外嘅話題咧，都可以喺 comment box 話俾我聽，等我參考下下一次拍片可以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我係莎莎，拜拜。